苏苏，大家好，我是丫丫。今天我来挑战人生中第一次的 No CC 盖房，而这间房子呢，主要就是用艺术家工作室，也就是新的套件包所盖出来的。片尾我也会准备一颗大彩蛋，要来送出一组免费的套件包给你，记得看到影片最后。本节目由 EA 赞助播出，谢谢 EA 提供我这次游戏体验以及抽奖的机会。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我想先给大家看看这两张图，这是官方前一阵子推出的两个新的套件包，左边是童梦育儿房，就是以育儿生活为主题的那种周边家具包，那右边是艺术家工作室。总之呢，我是想要先问问大家，你们是对哪一个比较有兴趣啊？其实说实在话啦，当初我看到这两张图啊，我自己的是一个想法，就是育儿生活好可爱哦，可是我更喜欢工作室，因为我其实在游戏里面很常玩幼儿，然后我有下载过非常多小朋友的 CC， 所以其实这部分我不太缺。那比起育儿生活呢，我自己是更喜欢艺术家工作室。可是呢，你知道吗？当我听到说原来育儿房是跟鼎鼎有名的 6MCC 大大一起合作推出的，我就瞬间爱上了，你知道吗？真的买它就对了。我真的超级喜欢 6MCC 的，大家都会叫他 Alex， 我猜 Alex 应该是他的本名才对。他创作过非常多的家具套件包，我之前也有在前几期的那种推荐幼儿 CC 里面曾经介绍过他，因为他的建模的精致程度真的是比 EA 更 EA，这个是称赞吗？总之就是那一种你闭着眼睛去下载就对了。那这一次的育儿房呢，风格我觉得它走的就是比较是经典的那种欧式啊、华丽啊，可能带一点那种哥特风格的味道吧。它也有非常多款的颜色可以选择。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就是当官方访问 X 说是什么样的灵感让他设计这一次的家具，他回答2个字：传承。 The idea for this kit came when I was thinking about Bella and Mortimer Goth. I wanted to know more about them, and I thought, what about when they were babies? How cool would it be to step back in time and decorate their nursery with beautiful Victorian-inspired furniture? 对，他希望这一套家具就类似像让每个模拟市民的家庭都可以世世代代传下去的感觉。而这个灵感来源呢，它正是用模拟市民最具代表性的家族之一，也就是高斯家庭来作为创作。如果你是玩模拟市民4玩家，绝对对这个住在柳溪这一对带点神秘黑暗气质的这个高斯家族不陌生了。女主人高斯贝拉呢，她就是那个曾经穿着火辣红色桃心领洋装，最后还竟然被官方改成平口朴素的大妈。她跟她的丈夫摩提梅尔还有她的女儿卡珊多拉、儿子亚历山大一起住在柳溪。而高斯家族它的神秘感其实是从1代就开始了。我自己后来打开1代发现，其实高斯家族原本是住在这个叫做模拟巷5号的地方。看看这个房子，其实当时已经算是豪宅等级了吧。那个时候我发现家庭成员只有3位，有女儿卡珊多拉，但是还没有亚历山大，所以我推断这个时间点应该是落在贝拉比较年轻的时候。而且非常有趣的是呢，在第1代高斯家的后院就出现了墓碑了，这墓碑总共算一算有8个。在模拟市民的维基百科上记载呢，这是纪念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这种家族成员的墓碑。而且到了2代呢，就会发现贝拉竟然失踪了。那么这时候已经变成老年的摩提梅尔，他后来是带着卡珊多拉和亚历山大搬到了另外一栋叫做模拟巷165号的房子，后院同样有墓碑，可是这时候只有6个。这6个墓碑分别是摩提梅尔的爸爸妈妈、祖父祖母还有外祖父跟姑姑。我觉得这真的是可以充分展现出高斯家族这种悠久而且带点神秘的历史，总是跟死亡啊、超自然啊、外星人绑架这种力量去连接。那 Alex 在创作这一套家具的时候呢，就是以这样子的背景故事还有彩蛋呢，偷偷的融入在里面。
你仔细看哦，这个壁纸上的这种飞碟啊，游戏垫上的飞碟，甚至积木有出现飞碟，是不是就在暗示2代贝拉失踪的一些讯息呢？而且据说这个积木其实就是小时候高斯贝拉最喜欢玩的玩具了。所以当你在细细探究这些家具的介绍的时候你还可以意外的发现呢，原来这个婴儿床啊，它竟然就是甘瑟高斯所雕刻出来的。那他是谁呢？其实甘瑟高斯就是摩提梅尔的爸爸，所以呢，这一个婴儿床应该就是他那个时候从怡景区的森林里面去找寻到最好的木头，只为了要打造一个非常华丽的婴儿床给自己的小孩。最后就这样子呢，世世代代被传承下来，现在变成是我这个缩小回婴儿的亚历山大在里面睡的。而且不止如此，你也可以看这个橱柜里面有贝拉年轻的照片啊，桌上也有贝拉造型的娃娃，甚至热气球，你上面还可以看到贝拉坐在里面，真的超夸张的。就是你越探究这些家具包的细节，完全会被这些小小的彩蛋给深深的吸引。然后我刚刚不是介绍了1代2代都有墓碑吗？在娃娃屋的部分呢，同样也是把这个墓碑给设计进去了。但如果你对这些物品包的细节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在影片结束之后可以去看喵屋之前有一期非常详细的开箱影片。甚至大家如果买了这个套件包发现这个可爱的玩偶竟然没办法跟他互动，好可惜的话，我们群里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创作者鸳鸯，他用了乐租生活那个叫做拍拍毛茸茸的朋友这可爱的互动套在这几只娃娃上，就可以跟他们玩了，非常的疗愈。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C 群来一起下载。好啦，看完了这个神秘又带点温馨感的育儿包之后，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新的套件包，也就是艺术家工作室。那我打算就要用这个套件包来盖房子。故事背景呢是设定在原本住在温登堡的浮士德，他跟他的室友艾克道别之后呢，决定要一个人搬到亨弗朗贝格利来展开他艺术家的生活。虽然离开这个原本的舒适圈，浮士德感到非常的不安，可是因为他的人生抱负是为了要成为一名非凡的画家，所以呢他也是带着忐忑又期待的心情来到这里。因为他很喜欢艺术嘛，所以呢当时我在设计这一栋房子的时候，我其实也是从 Pinterest 上面去收集一些灵感，然后呢我就找到了2张我非常喜欢的样子，有没有？前面有很多这种橘色的花朵，我觉得真的是这栋房子最大的特色。我尤其喜欢这张图片，它这个大门是这种敞开式的，然后你可以看到那种温馨的黄光啊，有没有？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整面的书柜。所以我就依据这2张我很喜欢的照片呢，盖房的时候我要抓3个关键字：菊花、敞开的大门、墙壁的书柜，做这次的设计主题。那我们就先大致来规划一下房子的外形好了。旁边这个户外凉棚我就打算用婚礼资料片有一个童话凉亭来设计。对对对，就是这一款。然后我颜色想要换一下，摆这边好了。屋顶的话呢，我想要做一种采光式的设计。这个温室乐土的玻璃屋顶真的超级好用的，然后这个要延伸过来。这边2楼呢，我要打掉，我应该想要改成那种开窗式的阁楼好了。其实我没有做过，我来试试看会不会成功。有真的有开窗了，感觉这边的屋檐可以延伸下来，对不对？你可以按 Shift 就可以拉单边的长度了。那剩下就是一些外形的一个加强。再
就是要挖个地基造水坑。我跟你说，真的是只有游戏里面你才可以这样子，现实中哪有什么先盖房盖完上面然后才挖地基，这房子不倒才怪。不过呢，在模拟室里面就是完完全全可以去享受这种自由盖房的感觉，真的非常好玩。像这种水上的房子啊，又用什么木头材质，现实中呢光是要防水防潮这个工程呢，也是需要非常多的去克服。但是模拟市民里什么你都不用怕，想盖什么就盖。差不多了，我们来帮房子设定一下颜色好了。虽然我找的图片呢是那种绿色房屋，可是我想说 Low No CC 的绿色壁纸真的不好看，有点太亮了，所以呢我就决定要走最纯净的选择，就是白色配浅木色就好了。后门的话，我想要延续那个有没有照片那个敞开的双开大门，所以我想要做一个假的门。其实这是窗户，它那个 size 不够那我用2个拼在一起好了。我觉得现在正面看起来这个房子有点太平淡，所以假设我把窗户改个颜色，有没有童话风格马上就出来了。剩下就是一些绿化的点缀，重点是我想要延续照片里那个前面都是一大片橘色花海的这种灵感。不行，我觉得这棵树跟这个房子好像没有很融合齁，这个好像有点太小不行，这都太小，我看一下这棵好，就是这一棵成长路上这个树我觉得放起来超像龙猫那一棵好有童话感哦。其实我那时候在盖这一栋房子我脑袋就一直浮现宫崎骏的影子就让我想到我去年其实有去日本吉卜力公园，那时候我就有去参观最上面的一个龙猫园区，叫做东东口之神。它真的就是完完全全去复刻小梅跟月的家。小时候在看龙猫的时候真的超级喜欢这种房子，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时候小梅跟月不是去摇那个很晃快要倒下来那个珠子吗？对，它现场也有复刻出来，真的超级好笑，你可以真的去摇。然后我那时候真的好喜欢这栋房子，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爸爸不是写作在创作，然后那时候夏天晚风徐徐，有个风吹进来，然后他的书页被翻了几页，那种感觉，哇塞，我超级喜欢这种艺术家，感觉就是要住这种房子，有没有非常的惬意然后通风很好的，所以我希望这一次就可以创造出这种感觉。聊着聊着，这栋房子的外观也差不多设计好了。门前呢，我想要摆这一次艺术家工作室最新的这个画架还有台座。我们艺术家呢，可是灵感一来随时都想画画，是不局限在室内的。那再来呢，这个房子周围我想要再添更多的这种橘色的花。这里有个诀窍，就是你按 Shift 你就可以去连续种这些花草了，你就不用一个一个按，我觉得这对盖房来说会非常的方便外观差不多了接下来是内装。这次套件包有一个新的壁纸，我想要用用看。好橘墙壁跟地都超橘的。那我客厅的色系就走淡白色一点好了，配这个静谧书房的沙发跟台阶。因为我发现静谧书房跟艺术家套件包好搭就是都走那种超级慵懒路线的。而且我跟你说，这个客厅其实是艺术家拿来耍废用的，他们不是要拿来招待朋友，因为他们很懒得社交，所以这里基本上就是他自己躺一躺，有没有突然有个灵感，那你桌上一定要帮他摆这种笔记本跟画板，他可以马上去画画。旁边我想要打造那种整面墙的书柜但我觉得这些书柜其实蛮幻想的因为我认识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朋友，他跟我说
我们是不会有书柜的，他们也不需要书柜，他就是把所有什么书啊、艺术家画册全部都放在地上摆，就是用叠的，他的书是用叠的，他完全不需要书柜，摆在地上也是一种装饰，对他们来说这很有那种艺术家感觉。然后我觉得他们应该也不需要电视，所以我把它摆个音响就好。然后我觉得他们大部分会非常多的杂物，因为他们可能都在专注于创作，所以我就帮他摆一些这些箱子啊、什么盒子啊，虽然很凌乱，可是要摆得很有艺术感。再来就是厕所了，厕所门口我有先用这个背景板去挡着，一方面是为了美观，另一方面我就觉得这种工作室其实他们多半的空间都是要拿来摆一些什么摄影的东西啊、静物素描的东西，就比较大型那种布景，所以他们厕所应该会非常的小。但是呢，厕所小归小，艺术家还是要坚持泡澡，有没有？而且我还旁边要帮他放很多植物，让他们很有那种创作灵感。放一个灯泡好了，不得不说成长路上这一个灯泡真的美耶，你不觉得吗？要卫生纸吗？艺术家是需要卫生纸谁上厕所不用卫生纸啊？不过他们会很随性的放在窗户旁边。摆了一个烤肉炉好了，我觉得他们应该会喜欢那种在湖边烤肉啊，享受那种很惬意的生活，有没有？还要帮他摆一个大桌子，看起来好像朋友很多，结果没有，其实他们很懒得社交，他们平常更喜欢坐在旁边去享受自己的时光。看到这个高脚鱼就觉得要把它配一个酒吧了，他们应该也会想要喝个小酒啊，看看风景啊，坐在这种摇椅上乘凉，有没有？我再帮他用个窗帘来装饰一下好了。2楼的话呢，我打算是设计那种小阁楼的感觉，就是这里可能会堆满很多他的画作，但是他的衣服大部分都还是在行李里面，就箱子里。不过这一个阁楼会放很多他的杂物，他可能没有时间去清这些什么旧的床垫啊，然后什么落地镜啊，还没有找到一个很适合他放的地方。不过虽然乱归乱，他们还是会想要在这一片杂物当中呢，有一个他们自己很舒服的角落，所以我摆了一个柜子啊、音响还有沙发。最后加一点绿化跟地毯。哇，这空间还有开窗耶，看起来就超舒服的。你看窗外，感觉早上如果从这个阳光透进来，你睡在这里应该会非常的惬意，有没有？没有，其实多半时间你会被热醒。好啦，差不多了。最后呢，我们就用浮士德的画笔当中呢，用来描绘这个家他最喜欢的几个空间吧。首先大门进来的右手边就是我们的客厅了。客厅我是采楼中楼挑高式的设计，所以它的采光会非常的好，因为它上面还有一大面的落地窗。为什么我们家有奇怪的陌生人啊？其实是因为呢，我现在这个家它是没有大门，我每次都做那种欢迎小偷进来看的房子。真正的前门是在这个厕所，所以这个房子有个缺点，就是房客他都会去厕所前面敲门找你。所以到时候你们下载这栋房子的话，它前面这边你可以把它改成真的可以关的那种门，去设定前门就好。好啦，对我来说门不是重点，重点是呢，这个艺术家的工作室楼上就是这个房间阁楼了。哇，这个房间阁楼另外一面也是双开玻璃窗所以这里的通风跟采光会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这栋房子我设计起来比较偏 loft 风就是用那一种比较没有墙面隔间啊，比较开放式去做一个空间的分割跟摆放。可是我觉得唯一的缺点就是模拟市民的屋顶真的太丑了，你看为什么灰灰的？我觉得如果你把屋顶改成玻璃屋会比较好一点，但是呢不是玻璃的话，你真的没有办法去打造像照片这种三角形屋顶的阁楼设计，因为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设计屋顶内侧的颜色，而且它左右两边还有那个开窗的屋顶残留下来的小墙面，真的是太可惜了，美中不足。希望哪一天游戏可以去更新一下，让我们去制定一下屋顶内侧颜色就好了。
好啦，最后是露台的部分，这里你可以去调调酒啊，然后坐在摇椅上欣赏湖景啊，不要掉下去就好了。晚上还可以来个 barbecue 哦。这个凉棚我后来有加灯泡而且今天有星星我看一下，整栋房子呢，我后来有在外面加一些户外灯柱，所以看起来算明亮。那室内客厅的话，我一样有放这种灯串，我不要放那种大型比较亮的吊灯，是因为我觉得这样看起来比较浪漫，暗暗的感觉。另外在工作室这边我就有放一盏吊灯，因为我觉得要画画嘛，所以你可能需要亮一点。其实蛮温馨的你不觉得吗？好啦，那在最后呢，我也准备了一颗大大的彩蛋，感谢EA呢赞助这一次抽奖的活动，我们准备要来送出最新的艺术家工作室套件包了。想要参加的朋友呢，记得依照置顶的方式去留言，就可以参加活动了。那我准备呢，也会在10月14号抽出1名观众朋友，送给你免费的艺术家工作室套件包了，记得要把握这次难得的机会。另外，如果你有喜欢这栋房子，想要下载来玩的话呢，我也会把它放在我的工坊上，搜寻我的 ID susuduck 就可以找到它了。不过虽然是 NoCC， 我发现我用了蛮多资料片的，所以如果你有缺少部分资料片的话，可能下载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少一些家具，你再记得去补上你自己的家具就好。希望这栋房子大家都会喜欢。今天影片就差不多介绍到这边，再次感谢看到影片最后的你。如果你觉得我今天影片还不错的话呢，记得帮我按赞并订阅我的频道，已经订阅的朋友记得开启全部通知，才不会错过我最新的影片。那我们就下次赶快见咯，拜拜。